那本幻生中记载了人之所以生之为人，是因人本身便有三魂七魄。三魂约为胎光、爽灵、幽精。一名胎光，太清阳和之气，属于天；二名爽灵，阴气之变，属于五行；三名幽精，阴气之杂，属于地。胎光主生命，久居人身则可使人神清气爽，益寿延年，源于母体。爽灵主财禄，能使名气至扬，使人金谋万物，劳逸百神，生祸若害，决定智慧能力，源于父。幽精主灾衰，使人好色嗜欲，溺于秽乱之思，耗损精华，神气缺少，肾气不足，脾胃五脉不通，旦夕行若失卧，控制人体性腺、性取向。七魄约为尸狗、伏尸、雀阴、吞贼、飞毒、除秽、臭肺。一名尸狗，至于感知，属预警之能；二名伏尸，为命魂，管七魄，主意识；三名雀阴，主生殖功能，至于性；四名吞贼，主免疫，消除虚邪贼风；五名飞毒，凝聚气和神，将寒毒、热毒等驱散；六名除秽，除身体之中新陈代谢的废物，于清晨排除体外；七名臭肺，为呼吸，致使吐纳功能完善。只有三魂七魄俱在，人方可健全。而魏无羡如今所状，称之为三魂七魄尽数丢失。书中有一首曲子，名叫《寻魂》，顾名思义，有着换魂归魄之效。蓝忘机看着这首曲子，莫名觉得有些熟悉，仔细一想，这曲子倒是像极了他之前在禁书室找到的能够帮魏婴留存尸身的那首曲子。原来蓝忘机前些日子一直在禁书室寻找能让魏无羡活过来的办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就只能看着魏无羡的躯体一天一天的干枯。他虽不言，心中却是十分焦急，若是一直这么下去，不但找不回魏婴，就连他的躯体说不定也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蓝忘机终于在一本上古秘曲中找到一首曲子，有留存死人躯体之效。他惊喜万分，细细琢磨了之后，终于在一天下定决心，在净室冲着魏无羡弹了一曲。就这样，竟真的保下了魏无羡的身躯。虽说需要每日弹奏，还得用自身灵力渡过去将养着，但好歹能将他的魏婴留下来了。此时蓝忘机看着这首寻魂，一时竟哽咽的说不出话来。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细细查看。他发现这首曲子不仅能将魏无羡的躯体保存完好，更能将他遗失的魂魄归位，让他的魏婴能够真真正正的活过来。蓝忘机拿出随身携带的锁灵囊，那里面装着魏婴的一缕神识。他细细研究好了曲子，又冲着扎紧的锁灵囊弹了一曲，看着里面的神识发出了剧烈的响动，才放心的将袋口打开，放出了那一丝微弱的神识。一曲寻魂在净室中响起，蓝忘机看着那缕神识慢慢的在空中飘荡，他紧紧的盯着它，生怕它就趁着这一会儿功夫消失了。终于他一曲完毕，看着那缕神识慢慢的飘向了魏无羡的身体，一点一点的依附在他身上，一点一点的泛着红光，再一点一点的熄灭。蓝忘机慌忙行至魏无羡面前，却瞧着他面色渐渐红润，眉目渐渐清明。他颤抖着将手伸向魏无羡的脸，却察觉到他仍旧没有呼吸。为什么？明明神识已经归位了。蓝忘机的眼泪一颗一颗的砸在魏无羡的脸上，他又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难道魏婴真的不愿回来吗？过了一会儿，蓝忘机才渐渐止住哭声，慢慢的用手细细的将魏无羡脸上被滴上的泪水擦干，摸了摸他柔软光滑的面颊。魏婴，没关系，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回来，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好好护着你，你放心。待到蓝忘机收拾好情绪，重新回到桌前，想细细研究，如今他已经没了一丝神识，便不能再错了。而研究了半晌，却发现自己似乎弄错了什么。原来刚刚归位的那缕神识是魏无羡的第一魂，名唤胎光。有了此魂，虽说没有呼吸，但却能保留尸体。待找到了第七魄臭肺，魏无羡便可以恢复呼吸了。蓝忘机看至此处，自然是欣喜若狂。上古秘曲诚不欺我，我的魏婴
原来魏婴你已经回来了。自从魏无羡的第一魂胎光归位后，蓝忘机便彻底的放下心来。接下来便是其他的二魂七魄了。可如今自己还在禁闭之中，还有月余才可解除禁闭。不过这也正好，可以多陪陪他的魏婴。前些日子一直忙于寻找救他的法子，倒是不曾多陪他。如今借着这些日子，能够多陪陪他，自然是好的。蓝忘机看着床上面颊红润的魏无羡，心中是藏不住的欣喜。他的魏婴总算是回来了，忘机，你可研究透彻了？蓝忘机闻声望去，兄长蓝曦臣已行至净室门前。兄长，魏婴他回来了。蓝曦臣看着蓝忘机眼中的放松，便明白了。终于，魏公子，蓝忘机向他解释了幻生的用法与寻魂的作用，蓝曦臣心下自然明了。他的弟弟终于能活过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就好。蓝曦臣走到蓝忘机的身边，望向躺着的魏无羡，面色红润，又看了看身边站着的自家弟弟，则清减了好多。忘机，按照幻生所记载，你还需找到魏公子的另外二魂七魄才行。在他未能醒来之前，你还是应当保重好身体才是。若是他醒来看见你如此样貌，怕是会更加内疚。好，魏婴他会为我内疚吗？对了，忘机，我此次前来是想要告诉你，兰陵金氏的清谈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叔父让你随我一同前去。我如今还在禁足，怕是去不了了。蓝忘机一提起其他几大家族，便有些气闷。他的魏婴如今还躺在这里不得动弹，他们倒是好，清谈盛会开得火热。忘机，我早已向叔父说明了魏公子的缘由，你不是也要去寻找魏公子的其他魂魄吗？如今能够下山，岂不是很好？而且你坚定地认为魏公子是无辜的，他若不能醒来，怎能自证清白？怎能让叔父，让天下人信服？蓝曦臣感觉到蓝忘机身边的气压变低，便知道他这是生气了，连忙出声劝慰。没办法，这个弟弟只有在碰到与魏公子相关的事物，才会情绪如此外露。好，我随兄长前去。蓝忘机细细品味了一番兄长的话语，发现不无道理。若是能早些让魏婴回来，自然是好，但若还是让他无知无觉的回来，发现自己还是臭名昭著的夷陵老祖，怕是会更加难受。如果自己不能帮他洗刷冤屈，至少也要帮他多收集些证据，让他不至于回来的时候只能一人承担。接着的几日，他被解了禁闭，却又跪在蓝启仁面前告了假，留在净室专心陪他的魏婴。依旧是卯时起，亥时息，依旧是就着天子笑的酒香，吃着自己做的辣菜，不过倒是偷偷改了改睡觉的习惯。谁都没有发现，韩光君近日睡觉的姿势似乎是不太雅正了。原先只一人躺着的主卧榻上多了一个人，而近日有人居住的侧卧倒是恢复的原样，少了人居住的气息。每到夜晚，便能看见韩光君将夷陵老祖清洗干净，抱着他上了床，接着便将夷陵老祖摆了个雅正端方的睡姿，而雅正端方本人的韩光君竟自觉地睡在了夷陵老祖的枕边。仔细看去，两人雅正的睡姿之下，竟是韩光君紧紧地将夷陵老祖的手握着。不过恐怕也只有随风飘过的鬼魂知道了。